那 OK， 我们先开始今天的东西之前呢，就是在没有开始前，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都不是任何的买卖建议，是我的知识和经验的分享啊。然后一下子云峰你下来一下。那也在开始之前，就是先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期权为王的免费培训班，2个小时的免费培训班。嘿，然后如果你是刚刚上过期权为王030的学生，然后今天也在这里的话，好不好？他一个030在 comment， 你是期权为王030才上过的，然后这个 OK 有很多。也有03，OK，030。那我们现在会开始，就是也是这个2个小时的培训班，然后我们下一个的期权王会是在3月27到29号，大家 type 一个27到29 March 在口面好不好？所以呢，你们可以share 这个 link 出去啊，团队有放到 link 在下面，就是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课程期权王啊，这个课程有帮助到你们吗？你们猜有吗？有帮助到你们吗？如果有的话，好不好？你们可以把这个的 link share 给你身边的你的爱人，还没有学投资的人，然后就让他们知道，哎，有这个一个平台在教你们怎么样的在马来西亚，然后赚美金，然后就是在美股投资。OK， 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 link share 出去给你们的朋友，然后你们如果要回来receipt 上的话，像如果你是期权王030，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这些学生，你还是可以回来这 receipt 上的，就是在3月 OK， 然后你们可以联络 admin 那边，然后你们去再做一个 receipt， 只是一个8块美金 OK， 8块钱美金，你们可以上多一次3天的课程，然后你们可以再重新的学习啊，for 这些期权王030的。然后没有，就算是已经上过了的学生，你们也是可以回来，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期权王都有最新的资讯 update 在这一边呢。可能 Power 11有没有换啊？我们每次都会在这个期权王上再告诉大家 ，OK。然后所以进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 topic 先，就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到，就是这个gold 跟 silver 最近有在下跌，对吗？哎。上个星期应该是整个盘都在下跌，对不对？你们有害怕吗？我想问大家先，有没有害怕吗？你们有怕的话，你带一个 fear； 如果没有的话，你是 happy 的话，就带一个 happy。有啊，有怕，有一些人怕 happy。OK， 我这里怕的 fear 的人，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这里应该是每一个人他们的 account 都是有红，都是有跌的。OK， 如果上个星期你的 account 也是有跌下去，有点红的话，好不好？你带一个 red 在 comment， 让大家知道一下。OK， 我这里就讲了，我上个星期我的 account 也是红的。OK，big red， 你看有些写，看谁写 big red 啊？看一下。OK， 哦，就是 big red。OK， 看很多都是 red。OK， 美国股市都是跌，所以大家都一起亏钱，都一起红。所以怕的那些，我想要告诉你们，就是你不是一个人红罢了。OK， 你不是一个人红，很多人都跟你一起红。所以有没有比较好像有点OK 这样？有没有发现原来大家都有红的 ？OK，scare no money buy， 哈哈 ，very red。Vincent very red，OK，Vincent 可以找小教练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们，在这个下跌到底上个星期下跌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这些我们金跟银为什么会受到这些新闻的影响 ？OK， 然后SPY 这边我们先看一下 SPY 现在 years to date 其实它是轻的，它是1.79%，它是一个 ups 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 beat SPY 的话你就要想一下，我的 portfolio 是有什么问题了吗？你就要去 review back。然后现在的这个 market 给的一个的情绪是在 greed 的，就是比较贪婪的。你可以看到，就是 SPY 也跟着变高了。上个星期跌了之后，现在 SPY 是有上到回去，差不多要接近 all time high 的 level 了。然后我们的这个 VIX， 我们学过这个 VIX， 现在 VIX 呢也是上个星期有去到这个差不多20，然后现在又 drop
back 回来，差不多在16这样子。所以你应该是要你的 percentage in 这个 market 的话，会是要有一个20到60% 左右的。这个是 for 这个是给你一个的concept 啦 ，OK， 就是 VIX 这样子的话，它上了的话 ，SUI 就会跌，所以你应该是要多少 percent 在这一个 market 上。然后呢，这个星期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也有很多的 info 出来，这些你们可以看，就是 highlight 的，就是这些是一些的 economics data， 我们讲的经济数据，这些的经济数据有可能也不一定会影响到 market。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也有可能不会影响。可是它就会弄到 market 比较有一个 up and down， 比较 volatile。OK， 大家 type 一个 V 在 comment 好不好？要 volatile。再加上我们这个星期又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 earnings， 很多财报又要出了。今天晚上，等下晚上过后就是这个AMD 要出，然后明天有 Google's。然后 ARM 啊 ，ELF 我们的，然后还有这些 Amazon 星期四，然后 Reddit、MSCI，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明天也有这个Lilly 还有 Novartis， 就是很多这些的财报出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做到好，你就会看到股价有上的可能，然后老板可能讲不好的话，股价也有可能跌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知道 predict 的，可是我们可以做好我们自己的 plan， 然后不要被这些的 up and down 甩走，我们大家 OK， 在这个 market 上。所以第一个，我先跟大家讲，今天的 topic 就是这个 Fed 的，还有这个 Silver and Gold。所以其实上个礼拜有这个的新闻，如果你知道的话，这边就跟你讲，就是 US shutdown， 就是 US 他们的政府部门有 partially shutdown 关门，就是没有营业。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去年的几月有发生过。记得，如果是这些我们已经上过很久了的Volatile 家人们，你们去年 shutdown 是在几月？有记得的话，不记得 OK 就很快没事哦。10月 OK， 10月到11月，10月到11月10多号，忘记几时号，10月1号，差不多1个月多月。那个时候的 market 也是因为这个的新闻，整个 shutdown 了之后就跌。所以现在也有这个新闻，因为那个我们讲一些的spending bills， 那些消费的政府那边消费的 bill， 他们需要 voting 来通过。然后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这边要讲的是，大部分的都有通过啊，除了就是这个 DHS 的，就是那个Home Securities 的那边，他们还有一些东西需要review， 他们现在只是开放一个 short terms 的这个两个星期的 funding， 你可以看到的话就在这边 ，OK， 2 weeks 的 fundings， 然后它就是因为他们还要再做一点的 negotiations， 因为我们讲这个民主党 Democrat 跟那个Republic 这边他们还有一些的 arguments， 因为美国其实有一个的gun shoot 在摆这个我们讲 ICE 的那个事件，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新闻的话啦，如果不懂，这里我就跟你讲，这个的新闻就是那个时候，所以弄到他们这些 DHS 部门这边，他们现在不爽不开心，所以他们就没有通过这些饭，还需要在一个 negotiation， 所以有一部分的这个US 的地方是 shut down 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弄到了上个星期的 market 大跌 ，OK。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话，这个东西就让你知道了哦。可是所以我想要问大家，这个东西是 long term 的还是 short term 的？我们可以回答我 ，long term 还是 short term 的 ？Yes， short terms。所以这个的下跌是一个 short terms 的下跌，就是被 macro 新闻弄到它下跌的。所以现在 SUI 之后又有回来啊，因为他们也是有讲啦，就是他们confident 就是在这个东西会尽快的解决，不会让这个 government shut down 太久，不会像之前的时候这样。所以这个时候 investor 信心又回来啊，所以就那个 SUI 又起啊。然后这里也要跟大家讲是上个星期，不管是我们这种有做生意的这些，我们有 earnings 的这些公司，它跌；这些我们讲其他风险的公司 ，Bitcoin 也是全部在跌。所以上个星期是整个全部一起跌，它没有很像其他的起，然后这个跌。通常我们都是好的公司的时候跌，然后之后这些风险资产会起。可是这次是没有，是全部一起跌的。OK， 然后这里就是也有讲到这个 Gold and Silver， 最近是不是很 hot？这个 topic 一直有上，
然后就是上到很高。有没有一种你们有没有想到就是哇 ，Gold 跟 Silver 上到这样多啊，哇，好像早知道买 Gold and Silver 就好了，对不对？还买什么 SPY，SPY 才1.7多%，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时候？有没有这样那个时候 feeling？ 你一直看到它上这样高，上这样高，一直看到新闻讲 Gold 多少多少多少，有这种 feeling 是吗？没有，我今天没有 ，OK， 很多人有，其他人有。那我们现在来看哦 ，Gold 跟 Silver 这个东西，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其实它facing a worst day， 就是最惨的for 这个 Gold and Silver 从1980年的时候，因为它 drop 啊很够力，你可以看到啊这边是4 trillion，4 trillion 就是4兆的钱被 wipe out， 从这个 Gold and Silver drop 啊一个20多%哦，然后 Gold。Silver drop 啊40多%，你跟我讲够力吗？如果你买的话，你买 Gold and Silver 的话，你睡得着吗？你睡着啊？你可以睡，你可以安心的睡觉啊？不可以了 ，OK？ 这样大的浮动，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啊，去可以 handle 这个它这样大的 drawback 的话哦，你真的是要 stay away 这些东西啦。可是我今天会跟你们讲，到底为什么这些 drop 啊？就是因为上个星期有这些 shutdowns， 然后的影响，然后也有后面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先看这里有 Wall Street 的那个 analyst， 他有讲到说会有一个50% 在这些silver 啊的 drop， 这个一个 JP Morgan 的一个 strategics 他们讲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话还没有啦，现在40多%，该 Silver 40多%，OK， 有看到啊 ，Silver 40多%而已。然后所以现在还讲会有 drop 一个50%，所以会不会呢？我不知道。然后在 historical 这里来讲的话有没有？其实在1970年的时候，这些 Gold 他们也有从40块涨到过200块，之后也是 crash 一个 market crash 跌到回100块，差不多也是 drop 了一个50%。所以现在这个 Silver 他们也是讲 Silver 也是 behave less like a store of values， 然后是 more like a leverage macro instrument， 就是比起金的话，其实银是更不是那么的保值，金是更保值啊，就是更是我们讲保险的避险资产这样子。可是你看到还有这种这大的 drawback， 到底真的是避险的资产吗 ？OK， 我这里来看为什么 drop。就是因为这个上个星期我们我们的特朗普总统他发布了这个的 nomination， 要Fed Chair 就是会被Powell 他卸任过后，谁会代替这一个人？谁会代替 Powell？ 就是我们讲这个叫做 Kevin Warsh， 没有错的话啦 ，OK， 没有念错他的名字，我希望。然后所以他这个时候他 nominate 这个人的时候哦，为什么这些金价银价 drop？其实这个人，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去查他的历史，他是一个比较 favor high interest rate 的这个Federals， 他之前是比较favor high interest rate。我们特朗普是希望什么？他是要 low interest rate， 对不对？他就要 appoint 了一个之前有过 favor high interest rate 的这个人，然后所以大家就会想到，哦，这样子不是？interest rate 会高了的时候，这样子会有更 stronger 的 dollars，USD 就会上涨。这样子，因为这个 USD 上涨，然后这个 higher rate 的话，然后其实是会让这一些的我们讲metals 就是这些金属，然后这些 gold and silver 是会 drop 的，因为他们没有 pay interest。然后那些有 pay interest 的，像我们讲 bond 啊一些 cash 呢，其实会变成 more attractive， 然后就会，所以这一些的投资者就会卖掉这些的金跟银。就是因为这个的人，所以你看到吗？2026年的时候，我们讲特朗普总统当总统的这一些的任期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放了一个新闻出来，然后就 market 就有跌，然后就有上 ，market 就有跌就有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懂事的投资者，就是在 market drop 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要有一个 game plan。OK， 大家type一个 GP 在旁边好不好？所以我们看一个 historical 来讲，你们这里回答我啦，我就问你们，这样子平时之前有过这些也是我们讲 federal 的 transition 换人的 period， 这个东西
发生的话，会不会带来 bear market 呢？你们讲，你们回答我。你觉得会带来 bear market 吗 ？Maybe。bear market 是要 drop 20% 哦，就是差不多 SPY， 然后就要一段时 drop 20% for 六个月是啊 ？No，OK， 谢谢 maybe 什么？那我们这里来看啊，之前的一些历史，这边之前2026年也有这个Fed 就是换人的时候，从这个 Greenspan 换去 Bernanke，OK 啦，我不确定他名字讲念啊，就是这个人 Greenspan 换成这个人，那个时候呢，那一年哦，在 transition 的那一年 ，market 是上涨13% 的，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也有这个 transition， 那一年是上涨18% 的。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啊，也有就是从这个 Yellen 换去 Powell， 就是我们现在的 Federal， 那个时候呢是跌的，是一个 -6%。可是那个时候2018年跟2019年的时候，是我们讲的那个贸易战的时候，中国跟美国有个贸易战，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也有这个影响。OK， 所以你看到刚刚跟你讲的3个数据，2026年 Powell 换过去这个 Kevin Walsh 的话。你觉得现在会上还是会跌？在今年half drop， 不知道 up down OK。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OK，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们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的军风跑下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 silver 跟 gold。现在哦，你看啊 ，gold， 我们就先看 gold， 它是 pre-market 有在起 ，OK，pre-market 在起 ，OK，pre-market 在起啊，它是起的。可是我想要问大家，就是这些 gold 跟 silver， 它是一个有 FA 的，它是一个有 FA 的 company 吗？它是有 FA 在 behind 的吗 ？OK， 你们可以回答我 ，No，OK， 没有 FA， 没有 FA 的话，那这一些的东西上涨，是不是就是因为 macro news 这些人啊，就是有人买，可能现在就是因为特朗普，我们讲特朗普总统在担任总统，然后美元又下跌，然后所以这些全部 bond 都在下跌，所以大家不把这些钱放过去那些 bond， 因为returns 很少，这样咱们会把这些东西放过来这一种的金跟银来当成一个避险的资产，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东西才炒到这个的东西上，所以这个东西金跟银是被炒上来的，这样子你现在刚刚我们有问大家，就是你要你们觉得好像买金买银就好像可以 beat the market 了，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敢放这样多钱在金跟银吗？他们有一个 FA 给你看，你敢吗？你跟我讲，放在这样多钱下去哦，你就是在做一个赌博而已咯，你懂吗？你在做一个的赌博，然后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你不敢放那么多钱，然后你放了100% 下去里面，你可以好好睡觉咩？我是觉得很难啦，我是睡不到啦，我没办法啦。我可能买住现实的金哦，拿住哦，我有一点安全感。可是买在这一种里面，我看不到，我又摸不到，然后给我 paper loss， 然后我看到很伤心。你们你们懂吗？所以哦，它不是有 FA 的公司，你放很多钱在里面的话，然后你又没有知识 handle 它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的赌博，你不知道怎么样 handle 这个东西，所以你不应该放那么多钱在里面。可是如果你是 sport 有培训，刚才 MMP 的学生，我们是不是有教过一些可以 trade 它的机会？可以，我们有教过你们一些 trade 的，可以用一些方法 trade。如果 sport 的话，是不是 1% risk calculator 我们有给过，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个1% risk， 它有跌下来了之后，然后它会起的话，然后你是不是可以 trade 它一个上？然后如果你是你是 SYPI 的学生，是不是有一个我们讲book cost rate 我们讲 debit spread 可以做？然后 MMP 的学生你也是有我们就是讲了你可以做好你的 percentage allocation 在这些地方。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讲，就是2026年这边
因为特朗普的执政，所以很多的这一些我们讲，现在你一直看到很多，是不是？他又讲啊，要跟那个 Canada 那边啊，要加他的税，然后现在又跟那种 India 那边全部一直在谈很多东西，所以很多人很怕，然后所以每个股市，然后有一些人不想，有一些投资者就不敢把那么多的钱放在这些美股的股市，所以才会让这一些的东西上涨。所以你要买它的话，你就是allocate with a speculations 的，我们讲 trading 的那个 percentage 来做。每次我们有讲7-20法则，对不对？哎，我这边，我们是不是有讲过这一个？如果你是期权为王的学生，030的我们该看过了的。OK， 我们这个图片啊，看啊，你们还记得啊？70-20-10，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要买金买银的话，其实你应该要用哪一边的 percentage？ 你们回答我。OK，10% 啊，你们都懂啊。所以你现在有下跌，然后你也是，如果你是一个大资金的人，我们讲 elephant 5，你是一个50千以上的话，然后呢，你又不想要全部都放在这些公司。AI 的公司，然后你想要分散一点，然后放在这些资产的话，那你是可以放一个可能5%、10% 的 allocation 放在这一边，然后 trade 它上，还有那个 momentum 的时候，像你看它从这边跌下来的时候，现在又有要上，你是可以 trade 它哦，你可以做 trade， 可是你要 trade 它的话，要 with a game plan 上，就是你可以画好 support and resistance。那如果你是小资金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去选更好的，你可以投资在 FA 好的股票，然后比起来这边你想要 trade 它，如果你是有知识 ，OK， 你有知识啊，你又懂 macro 的新闻，你觉得你追得到它够快的话，那你要来 trade 这个 Go 可以吗？可以 ，OK， 可是你需要有知识哦，我就讲啊 ，OK， 如果你不能 handle， 你很忙，你是很忙的人，你没有办法去做，你没有办法去。这样快 react with 这一些的新闻的话，其实你就应该要 stay away，OK， 大家type一个 S 在口面好不好 ？Stay away，OK。如果你是没有这个知识，然后你也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这样 stay away。放在那些 FA 好有成长的公司更好。所以像上个礼拜下跌的时候。你们有资金的人，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你们有没有买一些公司？如果你有买的话，type在 comment， 好不好？什么公司？所以这个东西就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上个星期因为 macro 的关系，让这一个股市大跌。这种时候我们要有的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看回去我们的 watch list， 我是不是有现在因为 macro 跌下来？刚刚大家也是讲了啦，是 short term 的嘛，对不对 ？macro 跌下来 short terms 的，这样子 short terms 的话，它是不是会有涨回去的可能 ？Yes， 有涨回去的可能的话，是不是我现在就要看我 watch list 哪一些公司是好的，然后我就要投在那一些的公司，然后买，然后之后等一下它上回去的时候，我就可以赚钱了。所以投资就是这样 ，OK？ 有没有一个啊哈？你们 OK？所以，如果你是期权为王的学生，我们有一个 Power 11哦 ，Power 11给大家。Power 11里面也有比较好的公司，也有 downtrend 的公司。你需要选到就是 Good FA 还有好的 earnings 的公司，会上涨的公司，在这种因为 macro 下调的时候，你就是给你一个机会，你懂吗？买一个更便宜的价钱 ，OK？ 等一下啊，不要开。好 ，OK， 所以 for 这个 gold and silver 的这个东西，我该跟大家讲的话，就你们明白啊？明白啊 ？OK， 所以如果你们有更多问题的话 ，OK， 我们下个星期可以让你们问。下个星期我们的这个星期2，我们的美股情报局我们不会有在这边，我们是一个新年特辑 ，OK， 大家，你看啊，我们有一个新年特辑，就是 Dr. Kosh 跟教伟老师，你问我答。然后他们会在这个 YouTube 这边 live， 所以大家你们可以去link 有在下面，
这是我们的 Facebook page。如果你还没有去 like 的话，你还没有 follow 的话，你们可以点击去 like 去 follow。下个星期我们会是在这个Facebook 这边Facebook 这边做这个的，你问我答。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当时候问，我们应该是会有提早问是吗？会有，OK， 会有提早给大家一个 form， 就问你们要问的问题，你们可以问，然后教育老师跟 Dr. Kosh 他们会在下个星期回答 ，OK。然后呢，下个星期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们也有抽奖活动，我跟你们讲 ，OK。有抽奖活动啊，所以你们也把这个东西 share 出去给你们的你们的姨妈姑姐、你们的哥哥姐姐弟弟，谁都没有在这边的话，你们可以 share 给他们，一起来听，然后还有机会抽奖 ，OK， 有机会抽奖。Yes，OK， 好啊，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把点是在 Facebook，OK， 大家他有一个 Facebook 在comment好不好？把点在 Facebook 啊，所以我们没有在这边 Facebook 见，然后我们 link 也是会再一次在 Discord 这边 post 多一次给大家啦。OK， 那我们进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个公司，第一个就是 Meta，OK，Meta 现在谁还有 hold 着 Meta 的？可不可以 type 一个 Meta 在 comment？ 还有很多人在 hold 着哦。OK， 很多很多 ，OK。好 ，OK， 来，我们这样看一下 Meta 这个 earnings 到底做到怎么样，然后它财报上涨 ，OK。Share price surge 7.56% pre-market， 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一出了财报直接上涨，然后差30多块啊，哇，很夸张。所以它是做了什么东西？它这个 earnings 其实是 double beats，revenues 跟earning per share 都是做到好，都是 beats 的 ，beats 这个我们讲 analyst 的这一个给到的 estimations， 他们的预估都是做好。然后 revenue segment， 这个它做到在全部这个我们讲 advertising 广告啊 payment 啊，还有这个reality labs 就是那些眼镜啊 VR 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上涨的。尤其是它的这个advertising 啊，你看还在20多%，上涨很多，很好。这边来这里可以看这个图的话。它的主要就是family of apps， 就是我们知道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跟这个Messengers， 它的 advertising 这里面呢，差不多涨24%，差不多 year over year 是很高的。然后它有跌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MetaQuest， 就是 Reality 这边啊，12%。不过它在上一个季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讲到了，因为很多的这些 retailer 已经在Q3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预先定了这个。那个 Meta 的那个 Metaverse 的眼镜，然后在 Q4 要卖，因为他们在 Holiday Season 要卖，所以那个时候 Q3 就已经已经 price in 了，在 Q4 的那个 volume 在 Q3， 所以 Q4 就会跌，那个时候已经讲了，所以这个东西是 expected 的。然后这个老板在这边他讲了什么东西？是在这一次，他很 pro 这个东西叫personal super intelligence。personal super intelligence 这个东西是他说他会用他的这些。AI 的东西，然后with the Meta 还有这些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hread 啊这些平台，还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眼镜，这是做成你可以很像你的agentic AI， 然后可以做成一个 shopping tool， 就是你现在以后你可以用眼镜就是来买东西啊，不是用手机点，你用眼镜这边你要买东西，全部你都可以这样子做。这个是这个老板这边要做到的，他在这个 earnings 这边讲到了，你看他讲 ，We are starting to see agents really works， 然后 this will unlock the ability to build complete new products, transform how we work。这个是他的一个他的方向啦 ，for 这个 AI。然后这个 AI 的眼镜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如果你身边可能有很多人呢，你的一些身边可能也有人有在买这个东西，有在 share， 你在 Instagram 你可以看到。Story 上是不是有这个 Meta 的那个东西？如果用那眼镜拍的话，你可以看得到。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卖到很好了，也是 more than triple last year。这个是在这个眼镜上是做到很好的。然后在这个他们这边 Reality Labs 呢，之前他在202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做了那个 Metaverse 嘛。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Metaverse 现在呢，他们这个 Mark Zuckerberg 他有 lay off 掉一些这些 for VR 的那个 Metaverse 的这些员工，然后还要专注在 AI 上。
就是 AI 的眼镜上这些 wearables。然后可是这边还是有讲到了，for 2026年呢会是 similar operating loss with 2025这个for AI 的这个 wearables， 所以是还是很烧钱的。目前这个地方，就算它现在有卖很多 ，OK， 还是很烧钱的。然后这个 AI Capex 还有 ROI， 它主要就是上一个季度为什么它跌，就是因为它讲到它要用更多的钱来弄 AI 的东西，然后可是 AI 上这边没有办法。就是很多的 investor 就是质疑到底它可不可以为它带来更多的 revenue， 所以他们就punish 它，然后就那个股价跌，因为他们怕用更多烧的钱比赚的钱还要来得多。可是在这边，在这个季度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这个 S impression 这边是有在上涨的，是一直有在上涨18% 哦，之前是14%，现在上18%，然后 price per apps 这边也是变得更好，就是更便宜。你在打广告的时候，然后你赚的钱更多。这边这个是这样子啦 ，for 它的这个 ROI，for AI 的 ROI clarity。所以因为在这个季度，它可以让这些投资者看到它的 AI 上面是真的有让它的 revenue 增长，所以这个新闻其实让这个 Meta 有它的股价上涨。然后这个 Outlook， 我们讲2026年 Outlook， 它讲了什么东西？在 Q1 的时候，它讲下一个季度啊，它可以做到的是53.5到56.5 billion， 就是26.33%到33%，也是 high growth 啦，20多%以上，在 growth 的阶段。2026年的时候，它 operating full year expenses 是1620到1690 billions。差不多是37到34% growth year over year growth， 然后主要呢就是在这个 AI hiring 还有 AI infrastructures， 就是 data center。Capex guidance 就是它会花多少钱呢 ？Capital expenditure 就是115到135 billions， 也是59到86 year over year 啦。然后主要也是在这个 Meta Super Intelligent Labs， 刚刚他讲过了，还有一些 core business。然后在这一次 CFO 他的这个 CFO 讲到什么东西？ Operating income expected above 2025啊，这个东西也是让这个投资者对 Meta 更有信心啊，因为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讲2026年的这个营运的收入会比2025年还要来得好，就是他又花刚刚 Outlook 这边已经有讲了，他有花很多钱，花了多少钱这些，可是 CFO 这边还讲2026年会比2025年还要来得好，这东西就是让投资者相信说这样子是不是它的 AI 上面是真的会帮他赚更多的钱，所以大家都在这个东西就是过了这个 earnings 过后，所以它的股价暴涨的原因。然后呢，不过最近还有一些的新闻啊，就是在 EU 这边的话，它的有这个200 millions 的这个 fine， 就是fine 罚款啊，就是在跟那个European 的那边 country 有一些的那个官司，这东西就是很常发生在这一些的公司我们 Google 啊，你也可以看到 Amazon 很多这些发生，就是 for internationals 的，所以是一个 normal 的一个东西 for 这个Meta。所以这是一个的summaries，OK， 用 AI generate 出来的 ，OK， 直接看到吗？刚刚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些东西，直接 AI generate 出来，然后直接就是一个 summaries， 你们可以看这边就可以明白到底这个财报在讲到什么东西。OK， 你们可以 screenshot 啦，不用，应该 screenshot 不到，不用紧，你们就是这样看，你们之后再 screenshot。OK， 然后所以我们要看 valuation， 现在来讲这个市场给到它的价钱是多少？那最高的价钱有去到1117的块了 ，average 是821块8毛1，然后最低的话也有在645块。然后我们今天巴菲特投资法则里面算到了这个价钱就是661块1毛9，然后 with a margin of safety 是528块9毛5，所以是现在的股价是668块7毛3，所以是有点 overvalue 的，还是 slightly overvalued 的 for 这个Meta。所以我们来看 Meta 的股票，那些还有后着 Meta 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你是 options 还是 share 吗？你放下来一下啊。你们有 Meta 股票的，你们是share 还是 options？share both。
OK， 有 option 有 share。好，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TA， 我们来看它的 TA action plan。OK， 现在你来看哦，在 Meta 这边的话，分成我们讲分成2种投资者。OK， 等一下啊，还没到。我们讲2种的 two type of investor，OK？如果你是 FA 的如果你是 FA 的 investor 的话，FA investor 的话，我们有给到内在价值，刚刚是多少钱？661块1毛9，所以现在是有 overvalue。如果你是 FA 投资者的话，那现在你买到的价钱，如果你是在这一边买，那个时候跌下来这一边买的话，其实它现在上涨了，暴涨上去了，然后现在有一点跌下来，可是你买到的价位是低过这些，我们讲是内在价值的，是低过内在价值的，然后你也有空间给它跌的时候，其实你放一个 long terms 的话，现在它还是可以赚，还是可以 hold 的。我们先来看哦，我们先来看那个 trend 先，好不好 ？For TA 这边，我们在 QQW 教过大家去学。我们先看第一个 week chart。week chart 是什么 trend？OK，down trend 要去 up trend 对吗？有没有看到吗？可以放近一点。EMA 13在下面的哈，EMA 13在下面，所以 down trend 有一点要 cross up trend 的可能。然后 day chart 的话，它是在 up trend 上，这边 cross up 去到 up trend 上。所以我先问大家，它这个星期，如果它的这个股价 stay above 在这个EMA 1326以上的话，有没有可能 week chart 就会转上去 up trend 上？有没有可能 ？Yes，high chance，是吧？而且你可以看 week chart 这边，它有要上去变成up trend 的这个的我们讲趋势。然后这边你看，如果 sport 你有学过 sport 的话 ，sport 的家人，你们有没有看到下面这边这个东西？有没有看到那个 bull is coming，the bull momentum is coming？如果你是期权为王的学生，你不懂的话就不要紧啊，你们就先听着啊。可是这里有 sport 还有 MMP 的学生，你们也可以回答我，是不是很美？有上去的这个可能，这样子这个 day chart 这边的时候，它现在蹦上去了，它有一点变红红，这样子 drawback 下来，因为也有很多 take profit 啦，你懂吗？暴涨过后，很多这个 earnings 过后，这些人 take profit 啊，再加上现在market 又一直在讲 shut down 啊，这种要不要 shut down 啊，会不会过？然后所以就有一点的就有一点的红红的 candle。可是只要还没有跌下来的话，是不是就有上涨的可能？是不是有继续上涨的可能？还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这边哦？你们看啊，跌下来，给它跌下来哦，又动到了这个 value zone 了过后，又再上去，好，这样子下来又再上去，还有没有这种可能？OK， 有，所以有这种可能。所以如果你是 FA 派的话，你不是买在 under value 的价钱的时候哦，你现在要怎样进场啊？你可能你可以以一个 TA， 你可以以 TA 的方式进场，或者是你直接做 sell put 在 under value 的价钱，然后等它 hit 到了的时候，你可以拿。For long term 的这个投资者，不是买卖建议啊。OK，for 这个是我们叫 value investor，for 这个 FA 的，我们叫 value investor。如果你是
你是 TA 派的话，我们讲 TA 派，现在这个 earning 上涨了过后，它有这边下降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就可以先 take profit，等它跌下来了之后，你再 re-enter，然后 trade 这一个上 uptrend 的 momentum 继续上。你就可以这样 trade 这个 uptrend 的 momentum 继续上 for TA 的。现在已经上到去了嘛，你懂吗？暴涨上去，是不是已经有到一个近期内的我们讲的 resistance？ 我们教过在 TA 里面，近期内的一个 resistance， 这边还没有突破到这个 resistance， 然后它跌下来了。可是之后还是有，目前我们刚刚看了 week chart 这边又有要变成 uptrend 的可能，所以它有可能跌下来了之后再继续走上去。如果你是 TA 派的话，你就可以先 take profit 了之后跌下来了，然后再进场，然后再 trade 这个 momentum 上去。trade 这个就要 trade your way up。OK， 大家 type 一个 T 在后面好不好？可以就 trade 那个 trade with trend， 怎么讲？就可以 trade with the trend，trade 它上去。OK， 所以 for 这个就是你是有，只要你是有大资金的，你是 elephant 以上的话啦，你有这笔钱的话，你再做一个 sell put 在他们内在价值以下的这种位置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也是蛮 juicy 的 premium， 你是能够赚的那个钱呐、然后又可以买到更低的位置，如果有跌下来的话。反正他在这个 earning 上已经跟我们讲到说，就是他未来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然后你也相信，重点是你也要了解这一个，你也要了解这一个公司啊。我们讲 FA 派的话，你一定要了解，你一定要是一个FA，你一定要 FA，你要了解一个公司的基本面。我们讲 FA fundamental，OK，fundamental 公司的基本面。OK，你必须要有这个了解公司基本面的这个能力，然后你要够了解它，然后你才可以 go big on 这一些的公司。OK，不然的话哦，你没有办法 go big for Meta 啦，就是你要 hold 得住，因为 Meta 你看 Meta 哦，之前的时候在这个 earnings， 你看你要买 Meta 的话，它有跌下来 ，earnings 有跌下来过，跌到20多%。懂吗？你有看到吗？那带有跌到过20多%这样子的时候，上一个季度罢了。这种时候，如果你FA 不够强的话哦，你在这边买到的时候啊，你看它在这边那时候你这样买着，然后你又相信 FA，你相信 Meta，结果它跌下来20多%，你 FA 不够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怎样推软了哦？是不是？你已经就是哇，够力20%，你10000块的话，20%你差不多2000块不见掉。如果你是50千的话，你20%就是一个10000块美金不见掉。它是有一个会有很大 drawbacks 的这个的公司，可是它是一个好的公司吗 ？Meta， 你们讲，还是一个它的 FAL 是 weak、strong 还是 bulletproof？ 大家你们 strong，OK，FA 是 strong 的，它 FA 是 strong 的公司，所以 strong 的公司的话。它是不是跌了之后，每次它跌了之后上来的，它是不是跌了在一个这就是这样。我讲啊，FA Strong 的公司，它是不是跌了下去了过后，到一个位置了过后，它能够有上来的那个可能性？Strong 的公司，FA Strong 的公司。是不是有跌了下去啊？在一个位置的时候就有飞上来的这可能性。那个时候它跌了20%，你看它有上来吗？还有回上来吗？是有的，有回上来多少？你也有15、16%。所以这种 strong
基本面好又 strong 的公司的时候，你了解它的话，当它跌到了一定价值的时候，你在这种位置的时候，你再买它 trade 在它上，你在买它，然后它是能够赚钱的，它也是能够赚钱的 for 这个 Meta。可是你的 FA 上就需要很强，因为你要 hold 得住，你要可以 hold 到它20% 的这种 drawback。之前你看也有过这种30多% drawback， 所以 Meta 就算还是在 Power 11，还是在 Power 11的公司，可是你也要有一个知道说它有可能会有 drawback 20到30% 的这个可能性，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公司。OK， 所以你投资在它这边的时候，你除了你是要买它上的话，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它有可能 drawback 一个20到30%，那你能不能够接受20-30% drawback 在你的这个的 account？ 这个你们就要问你们自己 ，OK？ 然后你们也要放多少 percentage？ 你要20% 还是什么30%？ 你够了解这个公司吗？你要放到 high percentage 的话，你就必须 FA 的东西你就必须要加强。如果你没有一个方法知道 FA 的话，如果你不知道怎样 study 一个公司，你今天很新，你不知道什么的话，那我们就是这边 spot 上面我们是有教你 Warren 巴菲特投资法则 ，OK， 这就是可以教你怎么样的去解读一个 OK， 我们这边我们有 spot 这边有 Warren Buffett Principle， 然后我们MMP 这边有 Research Flow Process。OK， 这些就是教你怎么样的看一个公司，好的公司，然后买它的价值，这些全部我们讲的 business aspect、financial aspect， 然后management aspect 跟 valuations 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在 Warren Buffett 这边还有 Research Flow Process 这边会教的。那如果你有想要学的话，你就可以你可以问你的小教练啊，这个 detail。如果你们这些新的这个期权为王030的话，可能你们有陆续的见了你们的小教练，然后小教练也有跟你们分享到 sport 的这些，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想要 master FA 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学到的这个系统。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你要找一间公司不简单，好的公司不简单，可是它是有系统的，它是有一个系统可以找。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在 Warren Buffett 跟Research Flow Process 里面会再跟大家更多探讨的 ，OK？ 这个星期就会有啊，所以等下你们有想要了解的话，你们可以去联络你们的这个小教练 ，OK？ 然后这个是 for Meta，OK？ 你们clear？ 一下 ，OK？ clear？ 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个 bonus 的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金跟银，然后又再分享了 Meta。所以昨天就是刚刚早上啊，就出了这个 Palantir 的财报，对不对 ？Palantir 我们的 researcher 这边，我们也是就觉得要 update 大家，然后所以我们 researcher 这边在早上也是做了这个的Palantir 的这个 update 出来，好不好？给我们 researcher 那边一个掌声，谢谢他们一下。我们早上做这个东西，然后要花时间直接 on the spot 这边，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OK， 所以这个 Palantir 这个公司来anyone holding Palantir？ 对，要问这个问题。Anyone holding Palantir？ Yes， 哇，秘密，这里我要举手一下，秘密。OK， 不是买卖建议 ，OK， 我也有 hold，OK， 所以现在看这个东西，现在 pre-market 上升了 ，OK， 所以如果你有买到 Palantir 的话 ，OK， 恭喜你 ，OK， 拍拍手，你们应该会是等下开盘了之后，你们就会是赚钱的啦 ，OK， 所以恭喜你们 ，OK， 恭喜你们拍 ，OK， 然后在这个 earnings 它做了什么东西？它这个 earnings 非常的好 ，revenues 跟它的 revenue 是跟earning per share 是 double beats 的，它是真的是做到爆炸好，这个讲，它的整体的 revenue 是一个70% year over year growth， 如果是 quarter over quarter 比上个季度的话，也涨了一个19% 哦，差不多 analyst 给了
1.34 billion， 它是做了1.41 billion， 然后它的 US 的 revenue 这边的话涨了一个93%， 然后 quarter over quarter 是22%。93%， 上一个季度的时候，它的 US revenue 才做到70%， 现在是更高93%， 非常非常的厉害 ，OK。然后在这边，它的我们讲 commercial 这边跟 government highlight，OK， 这里可能有一些人不懂，你有不懂Palantir 是做什么公司的吗？哎，你是不懂 Palantir 是做什么的？应该有 me 可以 type 一个 me， 你不懂的话 me。也有很多人是可能是七拳为王，你们刚刚在030有听过我们嘉伟老师跟多多哥，然后还有其他的教练都有分享到这个 Palantir， 所以你可能就才买。OK， 我这里不会跟你们讲这么多 FA 的那个东西，等下团队可以帮我去找那个 YouTube 的那个影片 link， 你们可以去看啊。OK， 之前嘉伟老师有在美股周日报跟我们的子欣教练和 Jeremy 教练有在带你去发达里面会跟你讲FA 的这个公司的 FA 是做什么。那在这里简单讲的话，其实这个它就是做这个 Palantir 是一个做 software 的东西。最近因为 AI 这边它的这个 software 呢，能够帮助这一些的公司还有这一些的 defense 呢，更好的、更有一个的我们讲更有 system 的去做它的这些我们讲它的 operations 运作。就是可以帮公司更省钱，然后更省人力，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呢，在去年的时候啊，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它就做到很好，然后就 revenue growth 一直在上涨，现在呢也在涨了很多，你看大概30多%，然后70多%、90多% for 这个 revenue 这边的部分，就是很多人都一直在用着它的这些 software， 所以它从一个不赚钱的公司变成一个赚钱的公司，所以之前的股价也从了挣8块多9块。如果你是2022年、21年这样子有买过它的话，8块钱9块，涨到今天呢都有160多块，它是翻了很多很多倍的公司。OK， 整1000倍有吗？有啊，100、1000啊，1000倍的公司。OK， 我这里是简单的介绍，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再去看这个影片，然后它的更 detail 的 FA。这简单讲就是做 software 的，然后 software 就给这些我们讲 US 的，我们讲政府部门的 defense 的这个就是防范部，就是可以侦测一些那种我们讲危险的一些 activity， 就是那种terrorist， 我们讲也有恐怖分子这些，它是帮忙侦测的，这是 for 政府的那个 revenue。然后 for commercials 的话，这些是 for 商用用途，就是帮助公司的 operations 这边可以让它的系统更好，然后可以更省钱、更省人力。OK， 然后所以这个它的两个revenue 的这边 breakdowns， 在这个 commercials 的话，这边其实涨了137%，compare last quarter 是121%，其实已经做很好了，现在还可以更高137%。这是很夸张。然后 governments 的这个我们讲政府的这边 revenues 呢，也是涨了一个66%，上一个季度是52%，就是越赚越多的营收在这边。然后它的 operating income 你也可以看，就是它的营运的这个income 这边也是有在增长的，是一直在涨上去的。然后主要它也是有在做一些 lay off 啊，就是用更少的人，然后没有这么多员工，然后它又在 continuous 的在这个API for 这个 commercials 的，然后赚更多的钱啊，就是有 prove 到它的这个东西是有很多的这些职场商业的人是在用着的，在买着的。OK， 然后它的 free cash flow 也是很强，你看一直在 positive， 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资金。然后呢，这个2025年的话，这边这样子来看它是 free cash flow 有达到了7.2 billions， 然后 with no debt， 几乎没有债啦。这个它的earnings quarter 里面讲的，没有债又很多钱，所以就是它可以投入更多的东西在它的这个里面，然后出更多 AI 的这个东西，出更多 AI 的 product 来卖。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想它的 contract value， 它的这个季度 hit 到了一个 total contract value，TVC 是 total contract value， 然后 hit 到了一个4.26 billion， 是138% 的 year over year growth。
然后这个 US commercials 这边的话就是 continue accelerate with AIP， 然后就是它的 product，AIP 是它的 product， 然后 making Q4 the highest ever quarter of US commercial， 就是这个东西非常强啦，67% year over year growth。在这个季度的时候，它也 close 了差不多61个的 orders with over 10 millions 的这个 revenue 的，在 Q4 而已。OK， 它总共这边有讲84个order with the at least 5 million， 然后这个现在呢，在这个季度几乎有 close 了61个 orders with over 10 millions。它的东西 OK， 它的东西这个 software 就是很贵的 OK， 它的 software 是很贵的，所以它这个 software 当这些公司、这些政府用了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他可能随随便便去换嘛？你今天投入了一个5 million、10 million 在这个你的 software 上面，然后在你的公司上面，你会用了2年就换吗？不会 ，OK， 你们都懂啊 ，OK， 不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它的 switching cost 变得很高，所以大家在用了之后，所以基本上这些的政府部门也不怎么会去换，因为要transfer这些 data 过去别的这个地方啊，那些 cost 啊，这些全部成本都很高。然后这些的公司呢 ，commercial 我们讲商业的用途的，他们也花了这么多钱，他们也不会随随便便轻易的换掉这个的 software system， 所以他可以做到这么多钱的，他可以从这些的 order 这边赚到这个钱，那这些的人多数很难离开他的这个 system，OK， 这你们要明白的啦。然后这个也有做了更多这个我们讲 AI 的 software， 还有这个 ShipOS， 主要是 for 坐船用的这个for AI 的一个的 software 啦。然后下面这个 Change Reaction 这边是 for 这个 data center 用的这个AI 的 software， 它这个是它的新的 products。然后呢，这个 Rule of 40。Rule of 40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for high growth company 来看的，就是你们只要知道，就是越高越好，越高。它现在已经这个季度，它的 Rule of 40它达到了127%，其实是比 NVIDIA 还要来得高的。它就是很 high growth， 然后它每个季度越来越好，就是代表说它有越赚越多钱。你们只要知道这个就 OK 了 ，OK。这个 Rule of 40会是在MMP 里面，这边也是 Research Flow Process 里面会教到这个东西。然后在这边就你们只要知道越高就越好 ，OK。然后 Overall 我们来看2025年它到底做到怎么样？其实 Overall 它的 Revenue 这边 Growth for US 的话是75%。year over year growth 超过3.32 billion， 然后commercial growth 也是109%， 然后 government growth 是55%， 然后with revenue growth 这边是有增长啊，差不多总之是56% year over year growth， 到了一个4.48 billion 总共的 revenue。然后呢 Rule of 40也是平均来讲的话会是在106% 啊，所以 outlook。这个的老板给了下一个就是之后的这个下一个季度什么样的 outlook？ 这里来看的话，他给了其实也是很好的 guidance。他讲他们会做到revenue with 1.53到1.532到1.536 billions， 差不多是一个73% year over year growth， 还是很高，70多%。然后 adjusted income 这边也是870到874 millions。差不多一个374% 的 year over year growth，OK， 非常夸张。Raise guidance， 它这边 guidance 给到的，其实你看跟 analyst 相比起来还是更高的。analyst 给到的这个 predict 啊 ，for 它下一个2026年的 quarter 6.295 billion 而已。这个老板给到更夸张，就是更高7.18，我可以做到7.18，哇！每个投资者就有信心了咯，这些的我们讲这些要买 Palantir 就哇，你可以做到比 analyst 还要来得好，是不是？大家就会想买这些公司，哎，然后又这个 US commercial growth 这边啊 ，OK， 115 billions，if estimate 差不多65% growth， 然后 Palantir adjusted cash flow 也是在4 billion at the midpoint of guidance versus estimate 2.778 billions， 它 free cash flow 可以达到4 billions 啊 ，estimate 只是2.77。所以是很强。然后这个哈老板在这个季度这边讲到了一个话，其实他讲到这个东西就是 we are an
N of one，它主要要讲的就是没有其他 software company 像我们做到这么好，在这个 AI 的时代，就是他要讲啊，他是做到最好的啦 ，for software 的，就是在这个 software 的里面 number one，也的确他的这个 guidance 是不是有 prove 到啦，做到越来越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valuation aspect。valuation 这边现在市场有 analyst 是很极端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股价是很极端的。最低这边也有 analyst 给到50块最低 ，average 的价钱有在178块05，然后最高的价钱也有在250块。哎，我的 mouse，OK，250块。然后呢，这边可以看到啦，OK， 最近有一个这个 RBC Capitals 的 analyst， 他给到了 strongly bearish 的这个 signal， 然后给到他50块的价钱，就是 underperform， 就是他们不看好啦，他不看好这个公司 ，OK。然后这边巴菲特投资法则，我们算出来的 valuation 这边就是给大家150块2毛8，然后 with a margin of safety 是120块2毛3。OK， 所以它是他等下开盘就是 over value 啊，他在这边是我们拿到这边是现在还没有上去147，等下开盘就160多啊，所以是 over value 了的这个公司 ，OK， 所以现在你们听到了这个公司，哎，你们跟我讲，你会想买吗？不是买卖建议，我只是问你们大家，你会想买吗？想，应该很多啊，有 no 啦 ，OK， 刚才有那种 can loot， 还给我 can loot 啊。Since when they're making money for 1 year something，OK，yes， 这东西我就要跟大家讲 ，Palantir 这间公司哦，是一个高估值的公司，大家它有一个 high valuation 在口面好不好？来 ，OK， 我们来看啊，为什么高估值？我们来 Stock Analyst 这边看，你们应该懂啊 ，QQWW， 我们都有教你们这个 website 啊 ，OK， 我们来看，先来看QQW 这边我们教大家可以看 PE， 对不对 ？PE 它现在的这个 PE 的价钱200多倍 ，High valuation 它200多倍，市场因为他的这些老板讲到他未来会做到好啊，然后他也有在做到越来越好这样子，所以市场已经提前的，就是把这个价钱，把这个股价推到他未来可以做到那个 level，所以他现在的 PE 就会这么高，200多，234，可能你看了234，你不懂到底是不是高还是低，给你看一个东西就好了。NVIDIA 大家应该都懂 NVIDIA 这一间公司，你看 NVIDIA 是一个赚钱的公司吗？你们大家跟我讲。它是很 strong， 对不对 ？Bulletproof 的公司，它的 PE 是多少？45.94，45而已，大家。所以 Palantir 就要200多，所以看到吗？这个 Palantir 是它的几乎它的4倍，它的 PE 它的4倍之多，所以就是高估值。Palantir 的话，你可以看啊。因为 PE 这边200多倍，所以高估值啊。因为它的 earning per share 这边没有赚的那么多，你可以看到吗？它的 earning per share 这边，我给大家看 earning per share，它从2023年差不多过后才开始，它才开始赚钱。你看它的 earning per share 才变成 positive， 然后开始有赚钱，现在越赚越多钱，0.26而已。可是如果我们看回去 NVIDIA earning per share 是多少？更高，你看1块多，比 Palantir 来的还要高。所以 NVIDIA 赚钱的能力是比 Palantir 还要来的好的。OK， 这个你们要明白。所以 Palantir 难道 Palantir 就不是好公司好吗？它现在这样子来看的话，它是有赚钱能力嘛 ？Palantir
有，对不对？还有没有越赚越多钱？越赚越多钱，你看 revenue growth 这边也是越来越多，越涨越多。因为它 high growth，然后它的这个 AI 的东西在市场上现在是在 proven 着。我之前如果在期权为王的时候，焦伟老师有讲过，就是一个生意我们要看的时候，是不是它是不是一个 proven 的 company？NVIDIA 是一个 proven 的 company 吗？我要问你们，Yes。Palantir 是一个 proven 的 company 吗？我觉得是从2023年开始，就是慢慢 prove 着它可以做到，现在也越来越多人用着它的东西，所以也算是一个在 proven 着它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公司。所以，可是你投资在Palantir 这样子的公司，高估值的公司，你有什么高估值风险的公司有什么风险哦？就是只要它的 earnings 一没有达标的时候，它的股价会怎样？你们跟我讲。它的股价就差水啊，是不是？捞赛啊，捞赛大家会讲啊。所以哦，我们来看它有没有过在 earnings 的时候earnings 之后下跌的这个historicals 来这里来看啊。对，我也是按错。看哦，哎，我这里我画一下。我这里画一下啊。来，OK，现在这样子来看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它 earnings 过后下跌，有下跌到多少 percent？20多%。你们有没有看到？不要这个，从这边是上涨的啊。我们这里这样子看的话，这边 earnings 过后上涨，然后这里 earnings 过后是上涨了之后再下跌，下跌多少 percent？30多%。然后现在这边也是 earnings 过后了之后有下跌一下再上，所以是10多% 啊，又再上，继续上。然后之后这边 earnings 过后又有再下跌20多%，所以这里上一个季度的时候 earnings 过后也是有下跌20多%。所以哦，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 hold 着它下20多%、30多%思维的人的话，你会 hold 不住它，你真的会腿软的。你们懂吗？所以哦，这个东西就是又来到了 FA，我们讲，我该跟大家讲，是不是我有买 ？OK，不是买卖建议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来看我有买，你们看到吗？我的这个我是赚钱还是亏钱？你们看，亏钱了。如果你现在买了这个在 earnings 之前的话，你这样亏钱亏这样子，一个礼拜罢了哦，跌下来这样子，腿软吗？你腿会软吗？你问我你懂你在买什么吗？不会，而且 OK 讲不会了，OK 不会了就很好，你可能是一个懂事的投资者，赌财报，No，OK。manual 讲赌财报，因为我财报一个礼拜前买，我赌财报。不懂事的才叫赌财报，懂事的叫买在 under value，我买在一个价值。我几时进的？我给大家看哦，我其实是在这边进的，我在这边进的，我在这边进。哎呦，我要再拉近一点吗？OK，我不是任何买卖建议啊，
我现在是跟你们分享我的一个买这个东西的这个思维，我让你们看一下事情啊，为什么？我是在这边进的，来，我在这边进的，然后我有用spot 跟 spot passive income 只是这边你们跟我讲，这边是不是一个 support？那时候它跌到这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这边是不是一个 support？那我今天就这样子啊，你看跌下来，好像只有一个青色，这边是不是个 support？Yes，OK，你们会讲啊。那我们就来看，先来看这个 week chart 这边的时候 ，week chart 是不是 uptrend？是有点 uptrend 啊，有点要弯下去啊，可是还没有 cross down，还没有到 downtrend。day chart 这边的时候，它是 downtrend，可是它跌到了 support 的 level，所以我用了 一点 spot 的知识，就是这边下面，如果你是 spot 的学生，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什么东西 ？momentum 是不是有要上来了？所以我就在这边买，我有错吗？我这样问你们，没有啊，没有错啊。它都跌了这么多，我懂这个公司在做什么，我知道这个公司，我有读它，我有 study 它，它跌了这么多，从你看高位这边跌下来过到这边，掉20多%，然后在下一个瓜的那个时候，我也知道outlook 会，老板有讲到做到多好多好，他讲跌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是一个便宜的价钱给我入场，所以我在这个时候买了，可是。之后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全部跌，红，跌红，我有错没？我进的时机没有错吗？对不对？所以这边哦，我们就来 study，我跟你们 study 啊，我的那个 thinking 这边 Palantir，OK，Palantir 这间公司，它的 FA 是一个 good 的 company，OK，它的 earnings 都好，OK，earnings 都好。可是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它 high valuations。high valuations 的公司也是没有错的，它只要可以继续的每一次都做到好的话 ，OK，它有一个的，我讲，它只要可以继续做到好的话，它就可以配得上这么好的估值，OK，它就可以配得起这个 high valuations 的估值。它在 high valuations，可是我进去的时候，我在 support 买 ，OK，我是 enter 在 support 啊，OK。Enter support，Enter at support，然后我是 buy call 啦，OK。所以这边跌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也是有这样子，我也是这个1000多块。你问我会怕吗？你们问我会怕吗？你们猜我会怕吗？No，你哪里可能？我还是突然间一个礼拜突然间跌到一个1300块不见掉哦，马币多少钱哦？5000多块，我也是吓到一下，哎，我做错了什么东西没？所以可是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做一个东西是什么？我 study back，我这里就是也是给你们知道，每次有跌了的时候，你们要做的东西是什么？第一个要先看，你要先知道的是 why drop，对不对？所以上个星期是什么 drop？大家上个星期的 drop 刚刚跟大家讲啊，这些 Powell 啊讲到特朗普讲到这些话啊 ，market noise yes，macro 新闻对不对？它因为 macro 新闻跌。macro 新闻跌是一个 short terms， 对不对？刚刚大家讲啊 macro 是一个 short terms 的新闻跌，所以我现在要问我自己，这个 company 它是因为 companies 的 earnings 跌吗？还是什么 company earnings 也没有到，然后也没有什么 bad news， 还是什么 news 什么 bad news for 这个公司的，不是 macro 掉是全部一起掉，连 SPY 哦 SPY 都在 SPY 都掉，我们讲SPY 也是 drop， 上个礼拜 drop。所以我又了解这间公司，它是这个 drop 这样子，我的 FA 这边没有问题，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 hold 它？我就可以 hold 它咯。
而且也还没有到40%，yes， 也是还没有到40%。而且我 enter 的时候，我本来就是要把它过 earnings 的，因为我相信它 earnings 会好。可是在这边，我相信它这个，我相信它 earnings 好这些什么，可是它 drop 了的时候，我没有做到一个东西。drop 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我可以 DCA？ 如果你有 capital 的话，这边你可以 DCA， 对不对？就 DCA。可是我有 DCA 吗？其实我告诉你们，我没有，我没有 DCA。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 DCA 啊？这边我的想法就是，我相信这间公司我也有读 OK， 可是它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最舒服的公司。就是我对它的 FA， 今天你们懂啊？今天你们有自己的 list， 你们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公司，对不对？最相信的公司，第一、第二、第三名，这个不是在我的第一名。OK，Palantir 不是在我的第一名。它不是在我第一名，它不是在我第一名，所以我放一个percentage allocation 下去的时候，在这个 support 的时候，我有问我自己，我要不要再加下去？我要不要再加？如果我在加的时候哦，我的就是很 high percentage 在这个 company， 这样子我就会问我自己，我会睡得着吗？我觉得我会睡不着，因为你们看啊，看刚刚我们也是 study 过了，对不对？earnings 过后，它有没有 drop 的可能性？它有啊，它有 drop 的可能性啊。earnings 过后，所以哦，我有算了一下，在 earnings 过后，如果它真的是 drop 一个20多% 的话，我们先算一个20，算一下，差不多来到130多块这种。所以我就算了130多块，我的 buy call， 我 buy call 是4075啦。OK， 我这里讲啊，看我 buy call 4075。所以如果又跌20多% 的话，我的 buy call 可能会亏到一个50%，差不多就有一个50多% 啊，50到60% 啊，到60%。所以就差不多是一个2000多块到3000多块啦。OK， 2000 plus 啦 plus OK， 你懂啊？我就要问我自己，如果真的有 earnings 过后跌下来，有 drop 啊这2000多块，我接受得到吗？我可以接受，所以我可以 hold 着它 for 这个 earnings。可是如果我加仓的时候，我就再加多一个 buy call 的话，还是什么买股票啊，变成4000多块，我就8000多块的时候，8000多块可能已经是我的要加到就是30多% 在我的 portfolio 这边了。可是我就不舒服啊。如果我加的话，我就不舒服啊。我如果跌下来的话，4000多块的话，我会很不舒服。OK， 我就不舒服。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FA 的重要性。今天如果可能Dr. Kosh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Dr. Kosh Dr. Kosh 蛮喜欢这间公司的。OK， 不是买卖建议，Dr. Kosh 蛮喜欢这间公司，所以他可能hold着股票，很多股票，我不懂多少啦。还有hold着，他上个礼拜跌的时候，你讲他的 account 有跌吗？肯定有跌的。可是他 OK， 他是 hold 着 for， 因为他了解这个 FA 的公司，所以他 hold 着 for 这个，所以他 hold 着一个他就是当做我 hold 着一个公司，等到他后面他会继续涨回去，他是这样子相信的。所以我这边我做了什么东西？因为我用 buy call 也是比较 aggressive 的，我有一个 time decay 的问题，那我有一个 time decay 的风险，所以我如果是股票的话，我可能可以 hold 着它。可是我不是要买股票，我就买了 buy call， 所以我就比较风险了这个的策略。那我在加 buy call 的时候，我就让我的整个 portfolio 变得很风险，然后我很不舒服，我睡不着，所以我才没有去加。所以这个是我 FA 上的知识上的不足。OK， 所以你们懂 FA 的一个重要性吗？ FA 可以让你什么 ？FA 你有一个 good FA 的时候它可以让你 go with the high percentage 在你的 portfolio。大家看一个 percentage 好不好 ？Yes， 喂，
你们看啊，这个 Palantir 的这个公司，它在我们讲2022年、2023年的时候哦，就21 Days 这边有 share 过了，教伟老师他们就有 share 过了。那个时候的股价，看啊，22年这边21年股价，你看到7块多、6块多，那时候就有 share 过。很多人应该买啊，那时候也有很多人亏过钱在 Palantir 这边，懂吗？跌下来这边，那时候很多人也是在那边讲啊，哇，现在有一个公司给我跌到这样多，这样子讲，你懂吗？讲办好像哇，就这边那时候我听到啦，很多人讲骂啦什么，那时候我也是有在这间的公司，我也有买这个 Palantir 的公司啊，我有买在10多块这样子的时候，可是之后我就 sell call 了的时候。我就让它 out 掉了，就是飞掉了 ，OK， 它股票就飞掉了。现在你看涨到来100多块啊，我们讲100多块这样。如果你是那时候认识的时候哦，你认识这个公司的时候啊，10多块、20多块不买的时候，10多块、20多块的时候啊，你都不买的时候啊，现在涨到150多、140多的时候，你这边问教练可以进吗？教练可以进吗？是不是皮？是不是？你们懂吗？这东西是你们是我是皮痒10多块的时候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 hold 住它？那讲哎呀烂呐，跌啊，买了10多块掉去6、7块，现在涨到100多块的时候，哇，老师我要进，我要买。OK， 该有一个问我哦，问 DCA 是 for buy call 还是share 是吗 ？OK， 那个 Cam Cheng 我要跟你讲的是不同，也有人是会 DCA on buy call， 可是你就很 aggressive。如果 buy share 你要 DCA 也是可以，都是有不同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特别，我们这边有教过DCA on shares 的啦。可是如果你要再 buy， 你也是 options 的话，其实就是加多一张，这个东西就是 percentage 的问题啊。OK， 这个就不多讲，这个就是我们在 sport 这边会再讲更多啦，你可以再来到这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那个时候 share 过2022年、23年的时候，我们 share 这个 FA 这间公司，那个时候也是 OK 的，也是慢慢做着起来，然后很多人买了之后，因为便宜买它，之后又跌到更便宜的时候，然后在那边骂。然后之后现在涨到这样高了，时候现在再来问，哎，老师现在还可以买吗？还来得及买吗？真的是生气哦，你们懂吗？如果你没，我要讲的是，就是现在你问我可以买吗？我们有一个什么 FA， 我们有这个 valuations 给你买，我们有这个 valuations 给你估值 ，OK， 150多块买，所以没有买卖建议啊。所以它现在涨上去了。如果你是 FA 派的话，刚刚也是跟大家讲了，高估值，它是一个高估值的股票。所以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什么样的新闻，它很有可能就会直接捞赛。你没有好的 FA 的话，你又不了解这间公司的话，就像我刚才跟你分享到那些东西，它做到多好的时候啊，我跟你讲，它跌下来啊的时候，你今天都只会是你可能就会 tag 我 Eric 教练啊，Jerry 老师，这间公司跌了，还可以怎样啊？可以买吗？还可以 hold 吗？你是不是你就没有一个的 game plan？ 所以这个东西我要讲 FA 很重要，就是你们有 FA 的知识，你们才可以 hold 着一个股票，然后赚到那个钱。OK， 所以这个星期啊，来看这个星期我们就有这个 Warren Buffett 巴菲特的投资法则，这个星期5、6日。如果你是 Sport 刚刚加入 Sport 的学生，我看到有一些在 Sport 这边，就是你可能没有子欣教练，然后 Jeremy 教练，然后你已经加入了 Sport 的学生，你就有在这里的话，好不好？他一个 Sport 新加入的。OK，所以你们这个星期5就不要忘记，你们就要记得来到这个巴菲特投资法则里面这边，我们会教你们到底怎么样找到一个好公司，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今年我们讲2026年，已经不再是一个抱着一间公司你就可以赚钱了。OK， 你需要有一个的 plan， 买好的公司它是可以涨。
可是你要知道怎样是好的公司，所以你就要来到这个Warren Buffett 投资法则这边，我会跟你们 deep down 的跟你们分享怎么样找到这些好的公司。像这个 Palantir 那个时候10多块，嘉伟老师 Dotcom 找到的公司，现在涨到100多块这样子了。你们懂不懂？在2026年，现在 AI 的这个时代哦，有很多很多这种 AI 还在那种 hidden gem， 我们讲那种还没有出来的那种公司，因为 AI 现在帮助很多的公司赚很多的钱。就像这个 Palantir， 因为 AI， 所以它就可以赚钱，所以它的股价就从这种10多块、20多块的时候涨到现在100多块。所以现在很多这些 AI。在2026年，你可以找到这些还没有被发现的这些 AI 的公司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几率赚到这个的钱，赚到这个他还没有，懂吗？别人还没有发现，然后你先发现他，然后你 hold 着他，你就可以赚到这个的钱。2026年会有非常多这种的机会，所以你一定要 master 好 FA 这个东西。所以大家type一个 FA 在口面好不好？所以 FA 这个东西是你。2026年这边你需要 master 好了，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为什么放在今年年头2月这样子，就要让大家学，就要让这些 sport 学生怎么样找到好的 AI 的股票。所以这个星期就是会嘉伟老师跟Dotcom 他们会在教这些 sport， 然后全部你们是 sport 的学生这些的话，你们就去 redeem 你们的这个 redemptions，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然后你又想要加入的话，你们可以去问你们的小教练 ，OK？ 问子欣教练、Jeremy 教练，可能了解更多的详情。我们这个拜5就可以一起来见 ，OK？ 好，所以 for 这个Palantir， 哎呀，现在你问我可以买吗？我们来看啊，我们先看 Week Chart 来讲 ，OK？Week Chart 现在它的 它是 uptrend， 可是它的 EMA 是不是有 cross down 的可能？你们看有没有要 cross down 这样的几率啊？现在 pre-market 在165，你看165这边它还没有突破上去，所以我这边我们 foresee 如果它要突破上去的话，可能要在170多块这边。它的股价有上到去这边以上 ，EMA 1326以上过后，它可以 stay above 那边的话，那它就不会，它这个 market structures 我们讲 uptrend 的 structures 就不会被 break， 那它就不会变去 downtrend。OK， 我们从 day chart 这边看啊 downtrend， 所以它如果没有办法上到去 EMA 1326以上的话 ，stay above 170多块这边的时候。它这边 week chart 哦，很有可能就会变成 downtrend 了，所以它还是会有下跌的可能的 for 这个 Palantir。所以要么现在哦，你就是等它有在下跌了之后，你再进，然后不然就是你可以等它这个确定上面这边，你懂吗？等多1-2个礼拜哈，都是 stay above EMA 1326以上的话，然后这边也是慢慢变成 uptrend 的时候。然后你再 enter 这个的公司，这样子可能再买它，会是一个好的选择。OK， 所以有明白 for 这个 Palantir 吗 ？OK， 没有买卖建议啊，就是跟你们分享我的知识的经验，所以我只可以讲的是 FA 真的很重要，不然的话你不了解这一间的公司，你跌了你都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像上个礼拜的时候，很多刚才你们讲 set 的话，这些那些上个礼拜啊 red 的，你是 set 的，然后你不懂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真的要加强你 FA， 你的 FA 必须要加强，你一定要，因为你必须这样子，你才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投资者。不然，如果你真的是懒惰什么的话，你不想读的话，就是你每个星期2就一定要来到这边哦。这边我们就跟你们分享这些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 ，Macro 发生了什么事情，上个礼拜这些发生了。所以刚刚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些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比较是哦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哦，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啊是不是？还是有很多 Macro 的这些 news 啊，可能会弄到 market 跌。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在这边，我们会跟你们 update 下，所以每个星期2你就要定期的来咯。我这个
OK， 然后这些也是这个啦 ，OK， 也是跟你们分享最后这个东西。这个是其他 earnings summaries。OK， 这边上个星期我们也有这些 Power 11的 Microsoft、Mastercard、TMO 也是出了这些财报，还有一个 SoFi。这边就是给你们一个 general 的 updates。其实大部分做到的都是有 beats 的，都是他们的 earnings 这边 revenue 跟 EPS 都是 beats 的，然后他们的 outlook quarter 这边其实是 earnings 是 good earnings， 然后 Microsoft 是 good earnings 啊，可是modest guidance 就是普通，没有非常的爆炸。然后这些是 comment， 就是他哪里做到好，然后哪里需要 cautious 的啦，你们可以看。OK，valuation 这个在美股周日报这个嘉伟老师就有分享过了 Microsoft， 所以这边3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期五也会在，你要知道的话，这个星期五的这个 Warren巴菲特投资法则也会再跟大家讲更多的这个东西。OK， for 这3个公司啦，我会给大家最 latest 的 Power 11的 updates。所以如果你是 Sport 跟 Sport 粉丝，你看的话，你就可以自己来。然后这边如果你不是的话等下之后以后有机会时候我会再分享。不过你可以看到啦，你可以 screenshot 这一些，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个 summaries for 这一些公司他们到底做到怎么样。OK， 好，就是这个就是也是 7 rules of investing， 就是这边就是在提醒大家，这些全部新的 QQW 这些学生就是都use invest the money that you don't need， 然后 no leverage no margin 5-year investing horizon， 然后 consistent in money， 然后 hold true market volatility， 然后 continue to learn reduce repeated mistake and stay focused。 OK， 这个是我们的7 rules of investing， 你们一定要记得的。 OK， 这边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所以大家你们有 learn out something 吗？有的话type一个 yes 啦，好不好？我们还没有完啊！我现在该调掉一个人，这些还没有完。我们这边会邀请嘉伟老师有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会上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的markets 的他的一些看法，好不好？所以如果你有 ready 的话，好不好？他一个 JW 在comment好不好？邀请嘉伟老师。